鸡雀低飞，只能看到方寸之地。羽化登仙之时，你我也该分别了。天圣教执法长老前来求见教主夫人。这里没有什么教主夫人。进了我们残老村，便与外界无关。又见面了。你当真要一直与外界无关下去？我们这一代的人还活着的寥寥无几。我还活着，就必须为我教寻得司婆婆讨要一个欠了40年的交代。原来是找司婆婆，那可不巧，她出门了。执法长老，40年都等了，不必急于一时。你换人来，我们要在这里过夜了。是。村长，他们说的过夜，该不会是……圣教360堂，静待教主夫人归来。没想到天魔教360堂都进入了大虚。司老太婆在哪儿啊？这些人为了找她，都快把整个教派搬到我们隔壁了。哎，什么时候对面多了一个镇？圣师连续，圣师是谁？婆婆，你的手好凉，脸色也变得好差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悠悠，见了祖师也不打声招呼吗？啊？司悠悠拜见祖师。司悠悠，第一次知道婆婆的名字。司婆婆，天魔教的道友来到这里有2日了，只是没有见到你，人家不愿意走。自圣教主惨死，圣殿遗失，40年来圣教一盘散沙，而今又有延康国师虎视眈眈。我老了，没有多少天了，只盼着选出一位精才绝艳的新教主来。这人是婆婆的祖师，怎么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？所以，新婚之夜杀掉厉教主的教主夫人，便是你的最佳人选。可教主被杀，不是该报仇雪恨吗？新教主杀了前教主，夺走圣典，说明新教主更有能力，自然要拥戴他。居然还有这样的规矩！不愧是魔道第一大教。哎，司老太婆，你怎么不留在天魔教做教主啊？留在那里，我心魔更重。如果悠悠拒绝归教，那就是外人。这杀害本教教主的行为，罪在不赦，必血债血偿。要杀婆婆！村长，司婆婆是残老村的人，她不愿意走，你们带不走她。道兄还是一如既往的霸气，只是事关圣教，该带的
都要带走。圣教360堂，斩旗！那些人怎么凭空冒出来了？天魔教的传送旗果然名不虚传，大旗一斩一收，数万教众直接进入大虚，难怪延康国师迫切想要收复天魔教。得到这种神通，延康大军将席卷天下，一统各国。和我们这些老残废鱼死网破，天魔教也要死伤无数。延康国师定会乐于趁机将天魔教纳入囊中。延康国师的确想降服我教，不过圣典被盗，圣教主被杀，与灭教也差不多了。贵村若一意孤行，我天圣教碰一碰也无妨。就算他们人多，也不用怕，我会和爷爷们一起打跑对面的人，保护婆婆。木儿长大了，已经能保护婆婆了。不过别急，我先与祖师谈谈，谈不拢就打个鱼死网破。悠悠，你本是我教圣女，逆天行要娶你的时候，我其实是不同意的。但你没有阻拦。当初是你让我拜厉天行为师，他身为师父强娶弟子，身为教主强夺圣女，我杀了他。他却连死也要化作心魔纠缠我。我也没料到他日渐扭曲，俨然忘记了圣教主的职责。祖师如此英明，应该自己收我为徒才是。我第一眼看到你，便知道绝不能收你为徒。你太美了，即使不作恶，也会有人因你而作恶。世俗根本容不下你这样的红颜。我要生存下来，就只能做死婆婆，除了真容，连声音也不能显露。既如此，你为何还让我做教主？不怕红颜祸水？不怕毁了圣教？这40年，我找了很多天资卓越之人，都不如你。见过了最好的，再看其他好的，始终觉得差了点意思。我藏在这副丑陋皮囊里的40年，是我最痛苦，却也最肆意的40年。不用做任人审判的物品，不必忍受令人作呕的目光。祖师，我是不会回去了。不过我可以还给你们一个教主，这个人天性纯然，不拘泥于神魔正邪之分。我相信他能引领圣教走得更远。圣教的希望出现了。婆婆，不要走了。木儿，
我教开山教主曾逢天上圣人坐实讲道，故而创立天圣教。作此实作，应承圣人之志，是教主，亦是向教众传道授业的圣师。请。那么多前辈，婆婆跟祖师都站着呢，我怎么能做？木儿，这个石座名为圣师座，是你自己打下来的，坐吧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的少教主。凡我教众，执弟子礼。圣教恒言祖师文元，空守圣师座40年，终迎圣师归来。圣教前代圣女见圣师，弟子司幼悠参见少教主。圣教4大镇教天王、左右护法使、8大督察使、12护教长老见圣师。弟子参见少教主，弟子参见少教主。圣教360堂见圣师。参见少教主，参见少教主，参见少教主。诸位请起。谢少教主。少教主，往后圣教托付给你了。谁能想到，魔道第一大教，声名赫赫的天魔教，竟然在这个穷乡僻壤迎来了他们未来的教主，一个12岁的少教主。不愧是我们辛辛苦苦带大的，都是我们教导有方啊！霸体举世无双，木儿的灵胎甚至可以3度觉醒，天魔教才是占了大便宜。霸体3丹功，觉醒3次才算完成3丹，此后战斗时可以从容切换各种属性。木儿也算小有成就。要是木儿还有第4次觉醒，我看你怎么圆。圣教已有40年不曾走动，而今选出少教主，不过是暂时稳定人心。元康国吞并的宗派越来越多，我不知还能拖几年。祖师放心，木儿成年之后一定会走出大虚，带着圣典回教，执掌大局。祖师，这是我拆屋子的赔礼。哦，一蓑一笠，一扁舟；一丈丝纶，一寸钩；一曲高歌，一樽酒；一人独钓，一江秋。天魔教祖师，老瞎子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再见你，别过了。800老翁负闲愁，此生志满一休休。死后得以凌霄上，云自高飞，水自流。不愧是祖师，看淡了生死，觉得此生圆满，死后还要在天上笑看人间风云变幻呢。这就是大宗师。瞎子，你距离这种心境不远了。骚情，瞎子就是瞎拽诗词，倒是人家祖师的诗应情应景，不失豪气。你不懂诗，只懂苟且。
这间房看着像是女孩子住的。这是妾身小憩的地方，公子若是不满意，可以再换一间。此处很好，多谢武堂姐姐，还请姐姐告诉祖师，我已经抵达京城。除此之外，公子没有要妾身做的了。没有了。原来公子身边还躲着一只狐狸精，难怪。祖师等待公子许久了，他老人家吩咐我们，但凡遇到公子，便让公子去见他。我要去哪里见祖师？太学院。太学院不是世子求学之处吗？祖师为何会在那儿？祖师的另一重身份可是延康国的国子大祭酒，掌管太学院。太学士子虽有天子门生的尊称，但实际上都是祖师的门生。这么重要的官职，延康竟敢交给我叫祖师？祖师游戏人间，早在先帝时期便已是名动天下的世外高人了，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即便是延康国师，也曾向他老人家问道求教。也是国师亲自请祖师出山，做太学院的国子大祭酒。我该怎么进入太学院呢？祖师的意思是，公子还需通过一些考验。什么考验？考入太学院，成为太学士子。祖师，少教主，你终于来了。少教主一路走到延康，感觉如何？我走一路看一路。只见延康国有大兴之兆，道法神通，景系百姓日用，日新月异。水下有行舟，空中有楼船，地上有飞轮车，炼丹术也被运用到核心驱动之中，造化神奇。武阳县雨涝排云，漓江县借水势引动冶炼机关，江陵郡以造化之术扩建江上新城，近乎神迹。待到京城，更是人文荟萃，民息物富。延康国虽然有所动乱，但是乱不了太久，之后便是无比强盛。听你的意思，认定宗派无法与国家为敌了。小学、大学和太学的设立，已经确定了延康国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宗派。其他宗派都是这个宗派的小学、大学，不过为延康国提供士子而已。如何与国家相争？可如今天下大乱，国师一身受重创，延康国岌岌可危，随时可能国灭。祖师，你在诓我？延康国师如果真的受伤了，怎么会让芝然署这样毫无战力的官署押送药材呢？他肯定是在欲擒故纵吧。还有一重苦肉计，否则骗不了天下宗派。他回京之后，我见过他，伤势的确很重，据说是3个跟我同时代的老怪物一起出手将他重创。延康国师，这是将计就计啊！那些宗派怕是要吃亏了。少教主，你对延康国师怎么看？人中雄杰，胸怀宽广，旷世之才。当年他来向我问道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本想收他为弟子，却发现他的才学应有超过我的势头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那么，既然延康国凌驾天下宗派之上，
国师又是旷世奇才，天圣教也是宗派。若国师要灭天下宗派，灭圣教，我教该如何自处？有2条路：一是变教为国，圣教要立国，则需远离延康，以免被吞并。但圣教360堂立足于市井百姓，离开了延康，只怕会破坏根基。第2条路呢？依附延康国。你做教主，便是想让圣教灭教？好大的胆子！我要杀你的头！祖师没有这个念头。有，头先放在你的脖子上，继续说下去。敢问祖师，太学院中寒门士子占几成？1成。延康国的官员有几成出自太学院？7成2。这便是太学院的弊端。200年后，天下官员都将出自太学院，而太学院中无一名寒门子弟。寒门越发贫苦，世家越发富贵，民怨必然爆发，那便是我教一统天下之时。滚滚大势，无人能敌，无人能挡。你要造反，陷圣教于不义，我要杀你的头！祖师，别闹。你用200年让圣教成为另一个延康国，再过200年呢，照样会有人推翻圣教。请祖师赐教。我也看不到200年之后的事情啊。不过，我的想法与你有所不同。我想的是圣教教育，圣人之道，无异于百姓日用。延康国师崛起时，我便看出了他的雄心壮志。他来向我问道，我就将这句话告诉了他。他现在做的就是这句话。祖师是想通过影响延康国师，来影响延康国，让延康国成为圣教。倘若延康国做到了圣人之道，延康国便是天圣教。祖师圣明，你已经是圣人了。我做不到圣人之道，延康国师也做不到。诚如你所说，200年后，权势都将被世家把持。我已经失败了，这个担子，往后交给你了。比起灭教，延康国师更想控制圣教，为他所用，对吗？不错，你可以利用这一点。你年纪小，修为低，他会觉得可以掌控你。倘若他未来能实现圣人之道，让他掌控你，掌控圣教也没有什么。倘若他做不到，你取而代之。祖师，这是什么雨？九龙之气聚集在这里，形成了这片湖水。这鱼吸收了龙气，因此叫做九龙记。这种鱼一身硬骨头，没有多少肉，只能用来煲汤，但煲出来的汤味道特别鲜美。祖师的意思是让我做一身硬骨头的九龙记？想多了吧？做人有什么不好？偏偏想做鱼。你想被人煲成汤，我就是嘴馋了，带你来喝鱼汤而已。你知道我为何要做太学院的大祭酒吗？我为的是博览天下所学，为的是见证一个新时代。可惜，只怕我无法看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可以看到。时代？
那要怎么看？站的高度不同，看到的世界也不同。鸡雀低飞，只能看到方寸之地；雄鹰展翅，千里皆是猎场。少教主，你年纪这么小，便能看到200年，已经是个合格的教主了。你过关了。再过几个月，我便会辞官，回圣教主持登基大典。我要亲眼看着你成为圣教的教主。祖师，我知道圣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有能力杀死老教主的人，就能成为新教主。我目前是5要境，好像能杀我的人，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我在，无人敢动你。你需尽快磨砺自身，便无人杀得了你。祖师，你不是说还剩7年？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只靠境界压制，必然是如履薄冰。身为圣师，如果能带领圣教走出一片新天地，赢得教内弟子万众归心，那么没人想要杀你，也没人敢动杀你的念头。而今，已不是凭借1-2门祖宗传下来的功法便可以叱咤风云的时代，切不可固步自封。你始终不会缺少竞争者。丹阳子，这是何意？道兄，天下大事滚滚如潮，久闻太学院聚集天下道法神通，国师要用太学院来取代天下宗派，道主便派我来看看太学院是否有这个资格。道门一向超然，如今也坐不住了吗？我道门不求振兴本教，只求天下宗派不会成为延康国的附庸。3日内，太学士子皆可前来挑战。若道子落败，则我道门再无脸面反对国师。若3日内没有人打败道子呢？那就证明国师的变法无用。若皇帝和国师坚持违抗神谕，为天下换一位新主，也未尝不可。我明白了。太学士子听得号令，3日为期，无论修为高低，皆可下山挑战道门道子。你们天禄楼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么多年都破解不了道门功法吗？那也比你们天音阁、化圣阁强。正事不做，天天叫世子奏乐弄墨。爸，世子居世子，神通居世子，皆被道子击败。都怪你们这帮老古董，道法神通跟不上时代，好好的苗子都被你们祸害了。都是你们这些武玄奸臣无能，教不出好世子。老东西，分明是你们连太后都治不好，还得靠毛头小子去治。都消消气，当务之急是解决道子。太医殿的人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怎么不见你们派世子出战？每年打着炼丹的名义领那么多俸禄，也不见你们栽培出什么厉害角色。二皇子也输了。启禀大祭酒，小半日过去，无人再上前挑战。看来太学士子已经被道子打消了一身的锐气。不如尽快上报国师，让国师弟子前来，说不定可以击败道子。胡闹！这是祭酒，国师弟子是国师按照旧俗独自栽培出来的。
跟那些宗派没有区别。打败了道子又如何？只能证明太学院无能。此事传扬出去，道门必定造反。道门反叛，天下正道皆反。你是祭酒，那你说该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怎么做也比你带着弟子天天窝在青阳殿念经修禅强。你要是把天落楼那些道法神通念个遍，说不定早就研究出克制先天太玄功的方法了呢。请国师来吧。国师很久没有在我们太学院开讲了吧？你是说让国师前来传授剑法神通，然后让太学士子击败道门道子？3天，只有3天，老爷子，国师3天能够教出一位战胜道门道子的天才，哼，你信吗？信。霸山，你不要小觑了国师的能耐，他毕竟是神下第一人。大祭酒盛情难却，我开坛讲剑，只讲2日，不谈其他。不是3日吗？堵门3日，现已过了半日。若是讲学也要3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国师，请。奇怪，国师面上有些潮红，比起病态，倒更像是涂了婆婆常买的那种胭脂。身上还有股若隐若现的血腥气。这么久了，伤还没有好吗？还是说他在装病？我给这些世子留下半日的休息时间，之后的事情便有劳大祭酒来处理了。国师慧眼如炬，这次可曾发现什么人才？可我见术者1、2人而已，大祭酒应该看得出来。对了，你真的要辞官而去？命不久矣，不必再贪恋权势了。你何时贪恋过权势？你想要做官的话，这国师的位子我都可以让给你，只是你不乐意罢了。你是我半个师傅，你若是走了，我的道友又少一人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出生入息，死则散息。羽化登仙之时，你我也该分别了。天上真有仙吗？倘若你成为天上的仙，看着你我缔造的这个时代，那该多好！祖师，国师讲学，你有何感想？国师的基础和我一样扎实，但他想人不敢想，做人不敢做。我跟着村长爷爷学剑，以为已经尽得剑法奥妙，没想到还有许多未曾学到的地方。学无止境是错的，唯有创无止境。一直学始终是学生，但是只要创造一招，便是宗师。我请国师来，为的就是给你传道讲法，还不下去？祖师一声令下，弟子敢不从命？哼，臭小子嘴上说的好听，人家堵门这么久，也不见你动弹。不给你好处，你能这么爽快？
延康国师此行，想必就是为了栽培此人。到此，去吧，敌视延康国师，但不可敌视他的神通道法，以免局限了眼界。太学院秦牧，见过林轩到此。我武耀境界。道门林轩见过秦牧世子。我六合境界，自封六合神藏。用兵器吗？这剑器似乎是一品大员的配件，不用兵刃，只用元气。既然师叔这么说，那便不用兵器。秦世子，请。请。豆子走了，道门的人都走了，这场论道，太学院胜了。胜了！道门真的被打跑了。张立腾，真的吗？是哪位英雄出的手？实乃我辈楷模。太学院英才济济，不枉我们苦心栽培，不枉国师和大祭酒多年之心血呀！少给自己脸上贴金！击败道子的人是在国师讲学后出现的，与你我有什么关系？霸山说的不错，教出千里挑一、万里挑一的人才容易，但要教出天才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疼！百毒金蚕衣挡住了剑气的锋利，却化解不了剑气的冲击力。左军的骨头还是受伤了。道门的人真小气，伤药都不给我一份，连祖师也不管自家少教主的。你是活的？这么快就愈合了？这是龙血还是麒麟血？好药材啊！龙兄，麒麟兄，算了。龙麒麟师兄喜欢吃酸性吗？那黄梅呢？还是柠檬吧，也特别酸。山上有一头大青牛，我看上它很久了，你能把它弄来吗？看来只有弄来牛，才能骗来宝弦了。师兄放心，我自小放牛，还奈何不得一头牛吗？你的元气运行到左肩处便会迟滞，是功法不全所致。这是我一直修炼的霸体三丹功。祖师见过这样的行功图吗？连我都不知道这功法的名字，谁告诉你的？村长爷爷说的。霸体三丹功。这老家伙到底还是比我高明一分。我是在一处遗迹里见到这种残图，就将它画在了天禄楼中。原来那幅六合镜行功图是祖师画的。祖师还见过别的吗？我这图少了左肩部分。我只能依我的理解暂时补全，肯定有所偏差。等你登基成为圣教主，领悟大御天魔经的大一统功法，或能彻底弥补破绽。难怪我一直觉得学得越多，越难发挥威力。
原来是少了这样一个关键。大御天魔经中的内容都可以传出去，唯独大一统功法由圣教主代代相传，只有圣教主能修炼。登基大典上，厉天行会传给你。厉天行，他不是被婆婆杀死了吗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圣教交给你之后，我要四处走走。这世界有许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，执法长老会同我一起。等我死了，他也好帮我收尸。圣教不留尸身，人死如灯灭，只留一把灰。那时，执法长老会把我的骨灰带回圣教。祖师，茶凉了。没这么快凉。当年我要拜你为师，你为何不收？你想要做的事情，是我从前未曾想过的，也是我毕生都做不到的。我从你身上学到很多，也意识到你比我好，未来的成就比我高。我愧为你师，所以不能收你为徒。但我最近还是有些迷茫。你说，我们走的路是正道吗？在所谓的正道眼中，我们走的路不是正道。我们设小学、大学、太学，改革宗派，集诸多宗派所学传授士子，让黎民与宗派弟子等同。在他们看来，这是离经叛道，罪不容赦。但是在我们心中，这就是正道。你不要管他人怎么说，对的就是对的，不会因为小小的狂吠而变成错的。你要做的事太大，前路便是荆棘。我寿元将近，不能再帮你，只能靠你自己了。谢道友，这半生的扶持。既是同道而行，自然应当相互扶持。走吧，少教主该登基了。再乱下去，只怕天下宗派都要反了。即便延康国师能够平息叛乱，延康国也会元气大伤。秋风贴地形，不只是法术，也可以化作控剑术。战技，修炼的时候不要墨守成规，不必拘泥于他人经验。小兄弟，你真厉害！风堂堂主教我们这招，叫我们在农忙的时候干活赚钱，不至于饿死。等我们学会了你教的这些，钱肯定能赚得更多。说不定就能凑钱上学了。教得好，学得也好。祖师，执法长老，我现在觉得将大御天魔经给你是个无比正确的决定了。前几任教主太蠢，只能开发出1、2种用法，你却能想出这么多，好，很好。他叫那个少年祖师，又叫那个老头执法长老，那他会是谁呢？他的见识比堂主还要高，一定是咱们圣教的大人物。